家好，Lisa 呢现在正在福建泉州的泉港。没错，这里是一座前靠海背靠山的港口城市。如果要追溯它的历史变迁，这里自古就是驿道，每天呢都有形形色色的脚夫在这里来往。这里是一片集合了闽南文化、中原文化、农耕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神奇土地。如今呢，这里也是福厦泉324国道的中心点，许许多多南来北往的游客、长途师傅都会在这里停留用餐。所谓以形补形，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爱吃猪蹄的习惯。在当地的婚嫁宴席上，可以没有龙虾鲍鱼，但是一定不可以少了卤猪脚这道美食。我们想吃到闽南地区最有特色的卤猪脚，还是要来泉港位于国道旁边的土岭猪脚。今天我们特意开了几十公里的车，就是想来品尝一下这道美食。我身后这一家据说已经传承了30多年，是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传承下来。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正在准备1天的食材，所以刚好可以进去看一下。本来从我爷爷那边，还有我爸爸，我是接我爸爸的。哦，你们是家传的。哇，3代，家传3代了。30几年了。30多年，都是老店。啊，对。现在这些小镇开不到。但是这边应该吃的人也挺多的。不是，吃的人多，消费水平比较低。对对对，要全部自己层层把关。你其实这猪脚你也分好几种，像这个是叫本地的，你那个红红的哈，那个就是专门瘦肉型的，那就不好吃。因为选材也还有区别选材是也有。那我们切的是一整块的，那有人切它是切那个半圆圈的，那个会煮的会有点散掉。卤猪脚，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还是肉质还是很软。然后这份是当地的长冠肠，这份是当地的，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叫糯米黄。那当然这边泉港的话也属于是沿海港口，所以说有这个海鱼汤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再点了一个小青菜，我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这个猪脚是整个切割下
下来的，所以它的肉可以包在里面不会散掉。刚刚 Lisa 尝了一下这个卤猪蹄的味道，真的是很香。但为什么会跑来这么远的地方吃这个卤猪脚呢？首先它的选材一定要新鲜，全港呢它是一座靠海靠山的港口，所以呢这里有保留着农耕的这种传统。那我们想要吃到新鲜的猪脚就很容易了。其次呢，我们看到整个制作的过程有10几道工序，要多个人配合，从褪毛到清洗到过滤到去卤制，那前后的话是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生产链。这也是一家老字号的店铺，所以呢，他们有这种传统的制作工序，甚至还有他们自制的一个秘方。那这个猪蹄里面有加入了像鱿鱼干葱蒜姜这些常见的辅料以外，还有香油、料酒、花椒10多种辅料配置进去。那这样的猪蹄呢，它烹饪起来就会更加的香肉可口，而且的话，它可以看到是油而不腻的。那刚刚呢，店主还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家的猪脚都是整个切割下去的，不是半个的。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能够保持到这个猪脚的完整的一个形状，而且它的味道全部都保留在里面。为了保留这个猪蹄里面原始的这个味道，这里面没有再加入其他的材料。如果是按照我的口味的话，我可能会里面加一点红豆下去。刚刚我用手去抓了一下，那它都会有那种胶质粘在手上，可以看出这个猪脚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这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叫糯米团，然后里面有加芝麻和芡粉下去炸的。那里面的这种糯米它是那种小米型的，真的很好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真的很好吃。在全港海蛎煎海蛎汤也是非常特色的一道小吃这里也是属于港口区地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海蛎汤是非常的丰富，里面加了白萝卜，还有花菜以及我最喜欢的豆腐，然后海蛎的料也特别多，这种海蛎有加地方粉，就是很粘稠。这样一份海蛎汤再配上猪脚，是真的是太诱人了。沿海地区的海鲜汤呢，都有比较偏清淡，它主要是吃的是海鲜的这种鲜味。的卤猪脚也算是不虚此行，想吃的朋友自驾走国道过来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也实在。Lisa 这一桌吃了120，中午的时间人流量会比较多，因为是在国道的旁边，所以看到很多的长途汽车从这里经过，然后很多师傅也都会停下来，在这里用完餐之后再继续上路。走过来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小乡村，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而且很安静。那我们在这里散散步走一走。那今天 Lisa 的美食游记就到此结束了。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关注订阅哦，我还会持续更新的。拜拜。